嘿，大家好。今天呢，第一个话题，我想和大家谈一谈论文的三段式结构。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呢，一篇学术论文它包括的常见的章节有 Introduction, Objective, Method, Result,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也就是引言、研究目标、方法、结果、讨论和结论。但是呢，为了更好的理解论文不同组成部分它的写作要求和写作重点，我喜欢把整篇论文呢简单的分为三段，也就是引言段、中间段和结论段。引言段和结论段一般来说呢，应该按照写议论文的模式来写，而中间段可以按照写说明文的模式来写。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引言段和结论段比较难写，因为它要求有比较合理的论述过程，要求有非常强的逻辑性。说明文就比较简单一些，这个中间段包括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我们只需要把我们所做的研究工作描述出来，说的清晰明了就可以了。我们先来看一看引言段。引言段的作用呢，是给整篇论文定位，也就是要告诉读者，在你所研究的领域，这篇论文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我们把引言段看作是一篇独立的议论文，那么它所要得出的结论就是这篇论文的研究目标是合理的，它在你的研究领域中有一个合理的位置。这篇议论文它所用的论据呢，应该是从文献中搜集而来的各种相关的资料。再来看一看结论段。结论段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篇独立的议论的话，那么它所要达成的结论就是这篇论文它是有价值的，而它所使用的论据呢，主要就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同时也包括一些从文献中搜集而来的相关资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引言段和结论段作为两篇议论文，它们所要达成的结论是相通的。一个呢是要论证研究目标的合理，一个呢是要论证研究结果的价值，而他们所使用的论据呢稍有不同。一个呢主要是采用从文献中搜集而来的相关资料，而结论段主要是采用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同时也包括文献中的相关资料。而他们的论述结构呢则是完全相反。引言段呢一般是从普遍到特定，而结论段呢相反是从特定到普遍。在这里呢，我用一个倒三角形表示引言段从普遍到特定的论述结构。一般来说呢，我们会从一个较为普遍、大家普遍已经接受的问题或者观念入手，逐步的引导读者逐步深入，最终呢说服读者接受一个特定的研究目标。而在结论段呢正好相反，我们一般从一个特定的研究结果开始，引导读者呢逐步的接受这个特定的结果它所可能带来的一个较为普遍的意义。引言段和结论段它的论述结构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他们的论述逻辑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的。因此如果我们写好了引言段，实际上对写好结论段呢是非常有帮助的。说到这里我想加一句啊，就是我们写作论文的时候，实际上是越早开始越好，甚至早于我们开始做实验采集数据。因为写作引言段实际上是不需要有任何实验数据的。相反呢，如果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有了引言段的初稿，实际上对于我们深刻的理解我们的研究目标，对我们在研究和实验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实际上是非常有帮助的。说完了引言段和结论段，我们再来说说中间段。中间段对逻辑性要求不是那么强，重点在于我们要用科学的语言把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说清楚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引言段，没有结论段，中间段完全可以成为一篇独立的实验报告，但是呢只有加上了引言段和结论段以后呢，它才成为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一般我们在阅读文献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先读文章的引言段和结论段，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去继续深入阅读文章的中间段。因此呢，写作引言段和结论段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引言段，因为
它是整篇论文存在价值的根基，而且它对结论段的写作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下讲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引言段的写作要点和一个简单的写作模板。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不太常用的英文单词，叫做 introduction。实际上它是英文 conclusion 的另外一种说法。introduction 呢和 introduction 相对应。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呢比作一个洞，也就是中间段描述的部分，那么呢 introduction 实际上就是引导读者进到洞里来，而 introduction 呢或者 conclusion 呢实际上是引导读者呢从洞里出来。引言段和结论段实际上就是在洞口读者最先能够看到的东西，它们的一个重要作用呢就是说服读者进到洞里面去看一看。好，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各位小伙伴大家好。上次呢我们讲到论文的引言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把引言作为一篇完整的议论来写，而它的主要的论点就是本篇论文的研究目标，它的合理性。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引言的写作要点和一个简单的写作模板。由于引言一般应落脚于研究目标，所以很多论文在引言的结尾处一般都连接着对于研究目标的完整的描述。在我们的模板中，我们把研究目标和引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以便于更好的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在这个模板中，整个引言部分可以分为相互对应的两大段。在第一段，我们确立一个研究机会；在第二段中呢，我们提出解决方案，占领这个研究机会。在第一段中，我们从描述一个较为普遍的大问题开始，到确立一个研究空白或者研究问题结束。也就是说，从一个普遍的 problem 开始，到一个具体的 question 结束。在英文中 problem 和 question 虽然都可以翻译成中文的问题，但是它们在语义上有细微的差别。problem 更多的具有挑战的意味，它和 solution 相对应，而 question 和具体的 answer 相对应。这是第一段。在第二段中呢，我们通过清晰地描述我们的研究目标，去填补在第一段中我们确立的研究空白，从而占领这个研究机会。而完整的目标的描述呢，往往不仅包括本篇论文的目标，而且也包括作者的长期目标。在英文中呢，一般来说我们用 goal 这个词表示长期目标，而用 objective 这个词表示当前的目标。一个很好的办法是将我们在第二段中描述的 goal 和 objective 与第一段中的 problem 和 question 建立一种遥相呼应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长期目标和我们要解决的普遍的大问题相呼应，而我们的当前的目标则和我们确立的具体的研究问题相呼应。在第一段中，我们要说服读者，为了解决某一个普遍的大问题，我们需要回答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而在第二段中，我们要说明，为了实现我们的长期目标，我们首先需要实现本篇论文的特定目标。所以可以看出，这两大段之间它们的内在逻辑也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当然，这种对应关系它不是绝对的，但是呢，了解这种对应关系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文章逻辑关系的理解。最后，我想做一个比喻，引言的作用就好比搭一座桥，我们要引导读者从他们现有的地方走过桥来，进入我们的世界。所以在桥的另一端，也就是引言的开头，我们最好能够和读者现有的知识框架建立某种联系。所以在引言的开头呢，我们最好提出一些读者现在比较关切的问题，并且从读者可能已经接受的、已经认同的观念入手，也就是读者已知的东西，然后逐渐加入一些读者可能未知的文献资料，并且以这些文献资料作为理由，说服读者有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包括读者应该知道它的答案，
而这个研究问题就对应着我们的研究目标。引言第一段的论述模式可以举例如下，比如说，问题 X 它的重要性已经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然后呢，研究者 A 发现了这个，研究者 B 发现了那个，基于这些理由呢，我们认为回答问题 C 对于解决问题 X 至关重要。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讲呢，我们会来讨论如何从我们面临的 problem 中选择一个好的研究问题。谢谢大家。各位小伙伴大家好，上一讲呢，我们提到在引言中，我们通常需要从一个普遍的问题入手，来确立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这一讲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如何确立一个好的研究课题，以及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研究课题。首先，确立一个好的研究课题是一项很难的工作，因为你需要对你的领域有很深的了解，你往往需要阅读很多的文献。有些夸张的说，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好的研究课题，你的科研工作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好的学生知道对的答案，优秀的学生知道问对的问题，对的答案往往只需要了解几个点就可以了，而要问出对的问题，往往你需要了解整个的面。对于研究者来说呢，只有能够问出对的问题，我们才能写出好的研究提案，才能申请到更多的研究经费。一般来说，确立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有3种途径，在这3种途径中呢，我们的关注点是有所不同的。第一种途径就是填补研究空白，在这种途径中呢，我们致力于发现现有文献中的研究空白或者漏洞，而我们提出我们的研究课题去弥补这个漏洞。现有的空白或者漏洞一般是个 old problem， 也就是老问题。对于老问题呢，一般它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认可，但是呢，解决老问题往往在技术上具有挑战性，否则的话，前人早就已经解决了，它也就不成为老问题了。在这种途径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强调我们所提出的课题中的创新的部分，它可能是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或者是从其他领域中借鉴过来的一些新的想法。同时呢，由于它是一个老问题，我们还需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怎样的尝试，我们需要论述我们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有怎样的不同，或者我们的贡献怎样才能够与前人的相关成果相配合。第二种途径呢，就是延伸现有的研究。在这种途径中，我们追踪某一个领域的研究历史，一项接一项的成就，每一项研究呢都建立在前一项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又为下一项研究奠定了基础。延伸现有的研究呢，常常会涉及到 new problem， 也就是新的问题，甚至是新的领域。和旧的问题相比来说呢，新的问题往往孕育着更多的机会，但是呢，它的意义往往并不十分明确，对于没有经验的研究者来说呢，容易迷失。所以呢，在这种途径中，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始终牢记我们的长期目标，我们要时常问一下自己，这项工作的意义和必要性，我们选择的这个研究课题对于我们的长期目标，对于我们的目标受众有什么实际的贡献。第3种途径是把一项成功的研究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复制。我们可以把一项成功的研究在不同的变量范围，或者是不同的样本群，甚至是在不同的领域中进行某种复制。这个呢，是一种相对比较安全也相当普遍的途径。在这种途径中呢，最关键的是要避免复制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误，因为呢，有些东西可以复制，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复制。我们需要时刻注意我们所要复制的成功的研究中它所有的前提和假设，同时呢，也要关注我们自己的本地条件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差异。为了确立一个好的研究课题，这3种途径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那么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研究课题呢？这里也有3条准则。第一条准则，一个好的研究课题应该是具体可行。一个好的研究课题，它其中包含的所有的术语和变量都应该有明确的定义，整个的课题呢应该有明确的边界，不应该存在任何先入为主的假设。同时呢，它也应该适合你现有的资源条件。第2个准则，一个好的研究课题应该是开放的和可争议的。可证伪性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如果你的研究课题是不可证伪的，那么它是不科学的。第3，
一个好的研究课题应该能够激发创新，技术的发展为创新制造机会，而新的技术呢，可能来自于你自己的领域，但更多的可能来自于很多其他不同的领域。跨领域甚至跨学科的思考，往往是创新的来源。最后，我想说，有2种研究课题是最牛的。第一种课题呢，是用我们所说的第一种途径，研究者填补了当前所有的漏洞，完善了目前的知识框架，在他的工作之后呢，没有人能够做进一步的改进了。第二种课题呢，就是用我们所说的第二种途径，研究者呢突破了目前的知识框架，为更多的机会打开了大门。在他的工作之后呢，更多的研究者追随他的脚步，从事更多的研究。希望你也能成为这样的牛人。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在下一讲中呢，我们会来讨论在我们的研究课题中确立研究目标的2个原则。谢谢大家。各位小伙伴大家好。上一讲呢，我们讨论了选择研究课题的3种途径。这一讲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在选择研究课题的时候，如何确立具体的研究目标。总的来说呢，有2个原则，我把它总结为8字方针，也就是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第一个原则是大处着眼，也就是说目光要远大。不管我们目前自身的能力或者自身的资源是多么的有限，我们总是希望尽可能的能够参与到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业中，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意义。如果我们局限于自身的能力，而只甘于做一些细枝末节的项目，那么我们的工作很难有大的影响，我们也很难长久的对我们的工作保持热情。更重要的是，我们丧失的是成长的空间。第二个原则是从小事着手，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的理想有多么的宏伟，我们每次的进步都应该根据自己现有的自身的条件，踏踏实实的从小事做起。这2个原则呢，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其中最关键的点就在于，我们要有能力能够把我们手头所要做的小事和我们心中所要完成的大事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只关注眼前的小事，而没有心中的大事，那么我们的项目可能就会流于苟且而没有意义。相反，如果我们只关注心中的大事，而不去做手头的小事，那么我们的项目可能就会陷于大而空。其实先前我们在谈论引言的写作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到，引言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把我们手头的小事和我们心中的大事联系起来，或者说呢，就是要把我们当前的研究目标，也就是 objective， 和我们长远的目标，也就是 goal 联系起来。如果把我们的长远目标比作一座宏伟的建筑，那么我们的当前目标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砖块。在实际中，我们的长远目标通常是和许多别的研究者共享的。通常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研究者为同一个长远目标而努力，分别做出自己的贡献，大家的贡献合在一起就能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我们的当前目标通常由我们自己所独有，它可能非常小，但是只要它朝着正确的方向，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通过长期的累积，或者和旁人的叠加效应，甚至是杠杆效应，它最终的影响也会很大。可以说，我们的长远目标是终点站，它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指明方向；而我们的当前目标是里程碑，它为我们在本篇论文中所要完成的工作提供评价标准。当我们制定研究目标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我们的长远目标，而我们的长远目标通常应来源于真实的市场需求。研究本领域专家的建议，或者是主要科研基金机构的服务宗旨，对于我们制定我们的长远目标会很有帮助。在明确了我们的长远目标以后，我们再根据自身现有的资源条件来制定合理的当前目标。一旦我们明确了我们的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那么我们的论文的写作也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这一张图呢，实际上显示了学术论文的一个典型结构。在引言段，我们一般从一个较为普遍的大问题出发，或者说从一个能够引起很多读者共鸣的长远目标出发，通过发现关键需求，逐步的细化，
从而制定一个合理的当前目标。在我们论文的主体，也就是中间段，我们根据我们的当前目标制定具体的任务，得到具体的研究结果。在论文的结论段，我们首先把我们得到的具体结果和我们的当前目标相比较，然后呢，在我们的得到的具体结果的基础上，重新论述我们的当前目标完成以后对我们长远目标所做出的贡献。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一篇完整的论文。要想能够明确的论述长远目标和当前目标的关系，有效的论证当前目标的合理性，我们必须要有能力做好文献综述。那么下一讲我们就要来讨论做好文献综述的2个基本要点。谢谢大家。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前面几讲呢，我们提到写论文的一个要点就是首先要明确我们的研究目标。在我们的引言中呢，我们一般需要论证我们研究目标的合理性，而这一论证通常要通过文献综述来完成。这一讲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做好文献综述的2个基本要点。在这里，我想先引用一下《论语》中的名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就是说，学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容易陷入迷信；学多了反而会无所适从。反之呢，自顾自的思考而不去借鉴前人的经验，会耽误自己；想太多呢，反而会陷入死角。我觉得用《论语》的这句话来概括文献综述中的2个基本点最合适了。这2个基本点就是在文献综述中我们要做到：第一，要有所学；第二，要有所思。有所学的意思就是在文献综述中，我们首先要展示我们对现有文献中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所有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文献综述要尽可能的包括所有的相关的主要文献。如果我们在研究某一个问题，却在论文的论述中遗漏了与该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文献，那么在审稿人的眼中，我们的研究是不专业的，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 homework， 我们的研究没有建立在一个好的基础上。我们包括的文献首先要全，其次要新，也就是说尽可能的包括新近发表的相关文章。此外呢，还要客观，也就是说不仅要包括与我们自己观点相符的文章，也要包括与自己观点不相符的文章。不能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对与自己观点不符的文章视而不见，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这个呢，就是文献综述的第一个基本点，有所学。这一点呢，我想大多数的作者都不难做到，但是仅仅做到有所学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做到第2个基本点，也就是有所思。如果我们仅仅做到有所学而没有加上自己的思考，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复述别人的观点，而不是在写我们自己的议论文。在文献综述中，我们真正应该做到的是把我们从文献中学来的资料作为论据来论证我们自己的观点。这里呢，我们说有所思实际上包含了2个层次的思考。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首先要对我们所使用的所有文献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我们要利用我们的 critical thinking 判断我们所使用的文献它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也就是 validity 和 reliability。 有时候呢，还需要判断它的优势、劣势和局限性，也就是 strength 和 weakness， 以及这个文献它与我们所研究问题的相关程度和重要程度，也就是 relevance 和 significance。 这样做呢，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论述中能够使用真正可靠和有效的论据。有所思的第2个层次就是我们对文献中的资料要做出自己的分析。我们可以把来自不同文献中的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发现规律。我们也可以把文献中的资料和某一个具体情况相结合，做出演绎分析。我们还可以通过素因分析提出自己的假说。我们可以通过找出不同文献资料中的共同点，发现规律，也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文献资料中的不同点，发现关键因子。
把所有的文献资料放在一起，我们还可以找出研究的 gap， 从而发现研究机会。关于对于文献资料的不同的分析方法，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详谈。最后呢，我想再引用另一位古人的名言，南宋的陆九渊说：“我著六经，六经著我。”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做文献综述，我们的宗旨最好是六经著我，而不是我著六经。因为我们写论文本质是要生产新的知识，所以我们写文献综述的时候，最好是让六经为我所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利用现有的文献来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来服务，而不是单纯的总结和解释现有的文献。阅读文献和写文献综述通常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下讲呢，我们会来讲一讲阅读文献的2个阶段和每个阶段应该使用的不同的方法。谢谢大家。各位小伙伴大家好，上一讲我们提到大量的阅读文件是一个挺苦挺累的活，所以我们想要学习一些技巧，掌握一些规律来减轻我们的负担。其中的一个技巧呢，就是分阶段的阅读。我把在科研工作中的文献阅读大体上分为2个阶段。这2个阶段呢，它的目的不同，方法也不同。在文献阅读的第一个阶段，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和细化我们的研究目标，而我们的阅读方法主要是泛读。在形式上呢，通常表现为由厚读到薄。在第2个阶段的阅读中呢，我们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根据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或者根据我们写作的要求，在文献中收集可用的论据。而我们的研究方法呢，主要是精读，在形式上往往体现为我们的阅读是由薄到厚。一般来说，在我们刚开始某一项研究课题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的研究目标还没有完全明确的时候，我们多少会感到有些茫然，相关的文献往往看似浩如烟海，不知从何入手。在这一阶段，我们的阅读往往需要非常的广泛，所以我们要努力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提高阅读效率不仅仅在于要读得快，更重要的是要有选择的读。刚开始的时候呢，去读一些相关的专业的课本，或者是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可能对于我们选择要去阅读的论文会有很好的帮助。而在我们读论文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先要读摘要，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读结论，然后是引言，觉得十分必要的时候才会去继续阅读文章的方法和结果。在这一阶段的阅读中，我们常常需要根据我们得到的新知，对于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进行不断的修订和细化，从而使它能够和现有的文献更加符合，使得它未来可能的贡献能够更有力量。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目光一定要放大，切忌被一些低质量的论文或者一些不重要的细节牵着鼻子走。我们主要关注于找寻我们的研究目标的它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如果找不到，就需要做适当的调整。在第一阶段的阅读结束时，我们应该有了更为明确和细化的研究目标，同时因为研究目标更明确了，我们也应该有能力对下一阶段要阅读的文献进行精选和排序。在第一阶段，我们可能泛读了上百篇的论文，而最终发现只有10几篇和我们最终选定的研究目标密切相关，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精读。这也就是第一阶段的阅读由厚到薄的意思。在文献阅读的第2阶段，我们要开始根据我们选定的研究目标，对我们在第一阶段中精选出来的文献进行进一步的精读。这里精读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在于要读得全读得细，更重要的是要带着目标去读。我们要去搜寻我们为了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或者是为了论证我们的论点所需要的答案和证据。这往往需要我们能够挖掘出每篇文章可能深藏在背后的价值。我们不仅要读出作者明确写出来的东西，我们还要能够读出作者没有明确写出来的东西，比如某些前提和假设。我们要学会区分
文献中的信息是观点还是事实。我们不仅要读作者的结论，有时候呢，我们还要去看它的结果和数据，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做出我们自己的结论。这一阶段我们往往需要做大量的笔记，这也就是在第二阶段我们阅读往往要从薄到厚的意思。最后总结一下，在文献阅读的第一个阶段，我们主要是去累积和我们的研究课题相关的较为普遍的大问题的知识，同时我们去搜集可以进一步精读的素材。而在文献阅读的第二阶段，我们主要是去累积和我们具体的研究目标相关的知识，同时我们去搜集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可以用到的具体的素材。第一阶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的研究目标明确了，从而我们就更清楚下一步应该去读什么。第二阶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根据我们的研究目标找到了相关的论据，从而就更清楚下一步应该去写什么。在文献阅读的这两个阶段呢，每一个阶段都可能需要有多次的循环。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讲呢，我会来谈一谈在文献阅读过程中的3要和3不要。谢谢大家。各位小伙伴大家好。上讲呢，我们提到阅读文献的2个阶段，这一讲呢，我们来谈一谈阅读文献过程中的3要和3不要。所谓的3要呢，是指我们在阅读文献整理资料的时候可以用到的3种方法，而3不要呢，是指我们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该要避免的3种错误。我们先从3不要谈起。第一个不要就是不要做无选择的精读，尤其是在文献阅读的第一个阶段。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能否有效的过滤我们吸收的信息，有选择的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信息，实际上是衡量我们的工作能力、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一个关键。不过这里要注意，我们提倡有选择的阅读，但是绝对不能因此而去忽略相关的关键文献，这是第一个不要。第二个不要就是不要只读不写，尤其是在文献阅读的第2个阶段。如果我们能够养成边读边写的好习惯，实际上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能够使我们把我们读过的东西更快的消化，更快的为我所用。有很多记录读书笔记的好方法，你只需要找到适合于你的那一种。这是第2个不要。第3个不要就是不要让资料来源不清。我们每次记录一条有用的信息，都必须记录好它来自哪篇文献，这会让你在以后写论文的时需要引用这条信息时节省大量的时间。如果你写论文的时候需要引用某条信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它来自哪篇文献时，你会非常的懊恼，而你却不得不使用大量的时间在成堆的文献中进行重新的搜索，而且经常很难找到。这3不要：不要做无选择的精读，不要只读不写，不要让资料来源不清，都是阅读文献过程中的大忌，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在阅读文献和整理数据时可以使用的3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列表法。列表法在我们整理大量的资料时会特别有用。我们做这样一个表格，我们把在不同的文献中对某些类似或相关的信息点的不同的描述罗列在一起，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很方便的做出比较或者对比的分析。这些信息点呢，可能是为了获得某种数据，各个文献它所使用的不同的方法，或者是在某种类似的条件下，各个文献它得到的各种不同的观测结果。我们把它们罗列在一起，可以很方便的做出我们自己的总结。第2种方法叫画圈法，实际上是画一个简单的逻辑关联图。我们把我们在论文中想要表述的论点用几个字简单的写下来，画一个圈，然后把能够支持这个论点的相关的文献或者是其他论点和该论点用一个箭头联系起来。每一个论点我们都最好能够找到有相关的文献支持，有时候某一个文献能够同时支持2个不同的分论点，而我们所有的
分论点或所有的文献最终都应该能够指向我们的总论点。画好这样一个逻辑关联图，我们的论文中的文献综述部分的逻辑关系就会一目了然。阅读文献整理资料时，我们可以使用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对我们已经阅读过的重要的相关文献写我们自己的摘要。我们为别人的论文写我们自己的摘要，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研究服务。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记录下在别人的论文中对我们自己的研究有用的部分。这样有了这些摘要，我们在写作我们自己的论文的时候，对这些相关的重要文献的运用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我们也会对在我们写作过程中还需要哪些论据更加的清楚。今天我们总结了在阅读文献过程中的3要和3不要。下讲呢，我们会来谈一谈在写作文献综述的过程中可以使用的一些具体的方法。谢谢大家。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前面我们讲过如何阅读文献和整理文献资料，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写作文献综述。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这里我们讨论的文献综述一般出现在论文的引言的部分。在引言中，我们做文献综述的目的一般来说是为了引导出我们自己的研究目标。我们用文献来支撑我们的自己的研究目标的重要性和合理性。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呢？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用讲故事的逻辑来写我们的文献综述。讲故事是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沟通方法。一个好的故事，它的基本要素其实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时间、地点、人物，而是一定要有起伏，有起有伏，才能建立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故事的起伏能够积累和释放听众的情绪，从而产生强大的影响力。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说好一个有起伏的故事呢？这里我们提供一个简单的可用于写作文献综述的写故事的模板。它包括4个要素，也就是情境、冲突、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用英文来简述就是 SCQA， 也就是 Situation, Confliction, Question and Answer。 我们的文献综述中如果包含了 SCQA 这4个要素，我们就有了一个有起有伏的故事逻辑。首先第一个要素 S， 也就是情境。在这里呢，我们要挑出文献中最不具争议、读者最容易认同的部分来写，因为这个要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和读者的对接，取得读者的基本的信任。第二个要素是 C， 也就是冲突。冲突就是起伏的开始，它可能是一个显然的挑战，也可能是通过文献分析才能够发现的一个潜在的威胁或者机遇。第3个要素是 Q， 也就是关键问题。这个要素呢，往往最能体现出作者的眼光，因为作者需要明示出解决所提出冲突的关键点在哪里。第4个要素是 A， 也就是解决方案。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往往最终会落脚于某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就能自然地带出本篇论文的研究目标和它存在的意义。一个丰富的和有层次的文献综述有时候呢会包含有多重的起伏。比如说，一般来说，首先我们介绍 background and history， 在对这些基本的情境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可以提出第一个冲突，也就是 problem and challenges。 接着呢，我们一般会介绍现有文献中已经提出的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也就是 attempt solutions。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现有的解决方案中它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包含有各种 experience and failures。 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些遗留问题，实际上呢，也就是提出了第2个冲突。然后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针对这第2个冲突提出我们新的关键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案，也就是 modified solution and significance。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提出第3个和第4个冲突。总之，我们最终的冲突就成为我们本篇文献综述的落脚点，也就成为本篇论文的最终的研究目标。当然，也有可能我们还存在一些最终的 remaining problems， 最终的遗留问题，它们呢则会成为本篇论文的 future direction。SCQA 是一个讲故事的最自然的顺序，但是呢，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呢 ，SCQA 的顺序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调整的。比如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比较易于为读者所接受，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采用比较省时间的开门见山的方式，也就是 QASC 或者 QACS 的顺序。首先提出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直接点明本篇论文的研究目标，随后呢，再慢慢的介绍情景和冲突。另一种情况呢，如果你希望你的文章比较有冲击力，我们也可以采用 CSQA 的顺序。首先提出冲突，引发读者的关注之后呢，随后再介绍前情和后续的解决方案。今天呢，我们介绍了如何用故事逻辑，如何用 SCQA 的模板来写作文献综述的方法。下讲呢，我们来谈一谈文献分析的3种方法，以及如何找到有价值的冲突和值得解决的关键问题的方法。谢谢大家。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前面呢，我们提到在引言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常常需要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来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这些论点呢，就包括我们前一讲提到的冲突、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我们的分析要有说服力，就一定要有清晰的逻辑。而有说服力的逻辑推理方法大体上有这么3种，它们是归纳、演绎和溯因，英文分别是 inductive、deductive 和 abductive。下面我们分别说明。第一种方法是归纳，也就是 inductive reasoning， 它是通过对各种不同的资料进行归纳总结，从而由个别的证据推断出一般性的规律。简单的说，就是实现由点到线的推理。人类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归纳。归纳推理最常见的方式有求同和求异2种。使用求同法，我们可以通过找出各种不同文献资料之间的共同点，从而推断出较为普遍性的规律。用求异法，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各种不同文献资料之间的不同点，从而找到造成这种不同的关键因子，或者是变量的趋势和走向。第2种方法是演绎，也就是 deductive reasoning， 它是把文献中已经总结出的某种一般性的规律和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演绎分析，由一般到个别。简单的说，就是实现由线到点的推理。我们所熟悉的由大前提、小前提来得出结论的3段论的论述结构，就是一种演绎推理。除去归纳和演绎这2种逻辑推理方法，我们可能还听说过有类比推理方法。但是类比推理是一种不完整和不严谨的推理方法，它实际上是省略了先经过由点到线的归纳，再经过由线到点的演绎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过程，而是试图取巧直接实现由点到点的推理。所以类比推理本质上是归纳和演绎的一种退化或者简化。在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中，还有诸如举例论证、引用论证、比喻论证、对比论证等论证方法。这些所谓的论证方法，实际上更多的是属于修辞的手法，而非真正的逻辑推理方法。对它们的不当使用，往往会遮蔽背后真正的逻辑线条。而好的学术论文一定要有清晰的逻辑线条。我们在文献分析中，对于归纳和演绎这2种基本的逻辑方法的使用，一定要尽可能的清晰和明确。在归纳和演绎这2种古老的逻辑方法之上，实际上还有第3种更高级的符合逻辑的推理方法，那就是溯因推理。溯因推理英文叫做 abductive reasoning， 它是从一堆看似杂乱无章的事实中获得洞见的一个过程。
它比归纳和演绎更需要创造性思维，类似于侦探破案。诉因推理由已知的所有线索排除各种可能性，从而最终推断出真相。在科学的前沿探索心智的过程中，文献中现有的证据往往就是杂乱而不完整的，而诉因推理就是要基于现有的杂乱的证据的集合，推导出它们最合理的、最有可能性的解释。诉因推理要求研究者对于各种可能性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它是一种较为高级的推理方法。诉因推理的结果一般是一个新的假说，它往往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论证。因此呢，简单的说，诉因推理就是一种由点到虚线的推理方法。总结一下今天所说的3种逻辑方法。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归纳由点到线发现新的规律，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演绎由线到点建立新的证据。我们也可以通过诉因由点到虚线提出新的假说。这4种方法可以综合使用，用于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用来提出我们自己的研究目标，也可以用于论文的讨论和结论的部分。下讲呢，我们会来继续讨论如何由文献出发来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谢谢大家。大家好，欢迎来到 Dr. 刘的5分钟系列讲座。上讲呢，我们介绍了文献分析中的3种基本推理方法。这一讲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如何从文献出发来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对于写议论文，在北美的基础教育中比较通行的一个写作模板叫做5段落模板。这个模板呢，要求作者为自己的论点至少能提供3个理由，而整篇的议论文呢，一般可以分为5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引言段，一般来说由背景出发，逐步深入，在第一个段落的结尾处呢推出我们的核心论点。而第2、3、4个段落呢，用于分别论述支持此论点的3个理由。第5个段落呢是结论段，用于重新总结我们的论点，并做进一步的发挥和普遍性的意义阐述。这个5段落写作模板是一个较为初级的议论文写作模板，它的本质上是作者以自我为中心推出自己的论点，试图去说服读者。这个模板逻辑清晰，它用于应付学校的写作考试很有用，但是在实际的科研和公文写作的应用中它是不足的。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写作的终极目的是要能够为我们的读者创造价值，而不是单纯的希望能够证明我们自己的论点。因此，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以服务读者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之前，最好能够把各方面的情况掰开了、揉碎了展示给我们的读者，帮助我们的读者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而我们自己的意见呢，可以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意见，在我们的读者获取了充分的信息之后，最后再展示给我们的读者。这样做呢，往往反而能够建立更优质的影响力。所以在这里呢，我要介绍一个不同的5段落写作模板，用于从文献出发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在这个模板中呢，第一段用于分析和分解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分析和考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各种不同的方面，或者是看问题的各种不同角度。而在第2段和第3段中，我们针对这些不同的方面或者是不同的角度，分别组织文献资料进行分别讨论。一个简单的情况是，我们可以在第2段中集中讨论正方的观点，而在第3段中集中讨论反方的观点，并且尽可能在正反方之间达成某种平衡。而在这种平衡达成之后呢，我们要在第4段中去打破这种平衡，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影响力。我们的杀手锏，我们的关键砝码，或者说我们的核心论点，如果在第4段中使出来，去打破现有的平衡，往往就能够实现最大的影响力。在第4段中，我们要尽可能的去补充或提升读者现有的认知，或者说呢，去补充或提升我们在第2段和第3段的文献讨论中所体现出来的认知。比如说，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重要的，你却认为次要，因为还有更重要的。
反之亦然。又比如说，大家都认为复杂的问题，你却看出了简单的逻辑。总之呢，你切入问题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你可以推翻过去的假设，发现别人没有想到的潜在的威胁、机遇或者冲突，也可以在现有的冲突中去发现新的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第一段中我们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在第二段中我们介绍文献中现有的某种解决方案，在第三段中我们提出其他文献中针对现有解决方案的一些不同的意见。然后呢，在上述平衡论述的基础上，在第四段中我们打破这种平衡，提出我们新的解决方案。最后是第五段结论，可用于对在第四段中提出的核心论点做进一步的发挥。这种先建立平衡再打破平衡的论述模式，有点像古代的谋士为君主出谋划策。谋士一般会给出各种方案，比如说上、中、下三策，分析利弊，为君主提供充分的信息，目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专业度，考虑问题的全面细致和客观公正。但是有经验的谋士往往最后在不经意处轻轻一点，打破平衡，就能够影响君王最终的决策。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讲呢我们会来讨论如何用结构化思维来构思我们的文章。谢谢大家。